全民穿越公路求生。听完我的话，那个墨西干头直接对着女仆问道：“请问这里有和牛吗？”女仆没有说话，只是打开了推车的下层，拿出了一个烤盘，又端出了一大盒子和牛肉出来，看样子足有5、6斤。你确认吗？当然，怎么？你后悔了吗？管家微微摇头，让剩下的人继续选择。接下来轮到了雪人变身的玩家，有了墨西干打样，雪人变身玩家走了过去，连餐车里的食物都没看，直接问道：“有2尺长的龙虾吗？”女仆面无表情地从餐车的2层拖出了一只3尺长的清蒸大龙虾，送到了雪人变身玩家的面前。只有1只吗？这也不太够啊！你确认吗？当然，看不起谁的饭量了。我当年可是大胃王主播。再给他1只。女仆闻言，又拖了一只龙虾出来，塞到了雪人变身玩家的手里。雪人变身玩家心满意足地抱着2只龙虾回到了座位上。接下来就只剩下了加里森。加里森推了推自己的单片眼睛，走到了餐车前，仔细地打量着。我斜躺在沙发上，表现出一副慵懒的样子，但是我的眼睛却不时地瞟着加里森，想要看看他会选择什么。加里森在餐车前徘徊良久，最终在时间将近的时候，选择了一份红酒鹅肝。加里森端着红酒鹅肝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，甚至还拿了一副刀叉。你怎么只选择了这么一点？够吃吗？那个家伙可说了，下午只有1次进食机会，万一中途饿了怎么办？要不我分你半只。再说，加里森微微地摇了摇头，同时嫌弃地看了一眼雪人，屁股微挪，离着雪人远了一点。看到众人都选好了自己的食物，管家拍了拍手，将众人的目光引到了自己的身上。既然大家都已经选好了自己心仪的午饭，那么就由我来宣布就餐规则。作为继承人，需要有良好的责任心，不可浪费食物，因此每个人选择的食物只能由自己吃掉，不许剩下，也不许交换，也不许使用催吐等手段，违规者将会受到惩罚，惩罚程度将视食物的剩余量进行裁定。听到管家的话，众人的脸色为之一变，尤其是抱着2只3尺长龙虾的雪人变异玩家，更是脸色煞白。这么多我怎么可能吃得完？我放弃了，退回去1只行不行？可以放弃，但是将会直接按照失败来处理，浪费的食物也将会按照2只整龙虾来计算。请问是否确认放弃？好，我吃，不就2只龙虾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很好。第2条，作为继承人，需要有良好的作息习惯，午餐时间为半小时，超过半小时没吃完者，将会按照失败处理。现在开始计时。听到管家宣布开始，阿宅最先反应过来，拿起套餐里汉堡放在嘴里，狠狠地啃了一口，大口地嚼了起来。拿着团扇的女人将团扇放下，拿起刀叉切起了自己的牛排。对于自己，她很有自信，她选择的是一份标准的菲力牛排，哪怕是拖时间，半个小时足够吃完了。加里森切下了一片鹅肝，放到嘴里，细细地品尝着，一双眼睛却在扫视着在场的众人。我左看看右看看，打开了辣条的包装，捏出一根辣条扔到了嘴里，慢慢地嚼着，同时看着旁边人的好戏。雪人变异玩家一脸苦涩，拿着一把刀切掉了龙虾的脑袋，将手伸进了龙虾里，抓出一大把肉来，塞到了嘴里。那个墨西干头最苦逼，他看了看烤盘，又看了看那落得像是小山一样的和牛肉，恨不得给自己一巴掌。这么多肉，估摸着自己光是烤熟都不止半个小时，干脆直接生吃吧，又不是没这么吃过。墨西干头抓起了几片切好的和牛肉塞到了嘴里，大口的吃了起来。吃了第1口和牛肉，墨西干头知道问题大条了。和牛肉的那些白色的牛肉都是肥肉，用来做烤肉的话自然是相当的美味，但是生吃的话就有问题了。吃的多了就像是喝了宽油一样，感觉自己的嗓子都被堵住了，有一种从内到外的恶心感和饱腹感。勉强吃了半斤，墨西干再也忍受不住，哇的一口吐了出来。我一直盯着他呢，看他一有恶心的趋势，立刻窜到了沙发上，这才没被溅一身。那个雪人变异玩家则没那么好运，一条腿都沾满了各种污秽。你在干什么？我今天早上刚洗的毛。可惜了，早知道直接拉到河边去了，这都可以直接打窝子了。呕吐食物，判处犯规，终止进食，判定浪费食物超过90%，进行惩罚。不要，我还能吃，请不要惩罚我。墨西干头哀求，去抓桌上的和牛，继续往自己的嘴里填。可是那个女仆却一把将他拎了起来，就像是拎小鸡仔一样，走到了大厅右侧的一个水池旁边，一甩手就将墨西干扔进了池子里。那个池子不深，只到墨西干的小腿。墨西干狼狈地从池子里爬了起来，整个人狼狈极了。墨西干擦着脸上的水，想要看清楚自己的处境，可是还没等他动弹，一条巨大的黑影从旁边冲了出来，一把咬住了他的脑袋。等到那个庞然巨物落入水里，众人才看清楚是什么东西，居然是一条超过4米长的巨大鳄鱼。鳄鱼咬住墨西干的脑袋后，猛地来了一个360度转身，
被鳄鱼转了2圈之后，脖子发出了咔吧一声脆响，颈椎骨都断掉了。看到莫西干死掉了，鳄鱼将他的尸体推到了水池的中央，随后渐渐地潜到了水池里，准备等莫西干的尸体腐烂了再吃掉。浪费者已经被清理掉了，请各位继续用餐。看到莫西干的惨状，阿宅明显被吓坏了，吃了一半的汉堡掉在了地上。那个阿宅见状，立刻趴到了地上，捡起掉落的汉堡塞到了嘴里，就连那些掉在地上的碎屑和果酱也都一一舔了个干净。团扇女和加里森虽然没有阿宅那么夸张，但是进食的速度明显加快了，再也没有那种悠哉悠哉的氛围。加里森最先吃完，他想了想，将盘子里的酱汁也舔了个干净。至于雪人变异玩家，仍然在大口大口的往嘴里塞龙虾肉。看到几人的样子，我摇了摇头，只是把剩余的辣条都塞到了嘴里，慢慢的嚼着。我将辣条吃完后，就将袋子扔到了旁边的垃圾桶里，悠哉悠哉的看着周围的众人。很快，半个小时到了。管家看了看手表，又看了看在场周围众人的盘子，冷冷的意指还在往嘴里塞龙虾肉的雪人变异玩家。没有按照规定吃完所有食物，判处犯规，进行惩罚。那名女仆闻言，一把抓住了雪人变异玩家的后颈，往旁边拖去。想要处罚我，先看看有没有这个本事。雪人变异玩家双手弹出了10把黑色的指甲，这些指甲足有半尺长，尖锐坚固，如同10把钢构一样。雪人变异玩家双手一扭，向着女仆的双腿抓了过去。全民穿越公路求生，然而那个女仆轻轻一转就躲开了雪人变异玩家的攻击。女仆反手一记手刀砍在了雪人变异玩家的脖子上，雪人变异玩家被砍得晕了过去。女仆拖着昏死的雪人变异玩家来到了一个巨大的水族缸前，里面养了数十条食人鱼，正在飞速地游动着。女仆猛地一用力，将雪人变异玩家扔了进去。本项惩罚为在食人鱼鱼缸里坚持3分钟，计时开始。管家从上衣的兜里拿出了一只怀表，咔嗒一声按开了表盖，盯着上面的秒针开始计时。鱼缸里的那些食人鱼开始啃咬雪人变异玩家的身体。3分钟过后，雪人变异玩家的身体残去了大半，彻底殒命。这个女仆小姐姐的武力值好高啊，不知道是不是被涵盖在遗产之中。请问有卫生间吗？请跟我来。女仆没有多余的动作，转身在前面带路。2人经过我身边时，我看到团扇女的脸色十分难看，这是毒药起作用了。此时，加里森已经半跪在了地上，脸色惨白，额头冷汗直冒。他一只手捂着自己的肚子，一只手指着管家：“你居然敢下毒！只是一点隐藏的惩戒罢了。哟，医务室或者家庭医生吗？不，我需要救治。可以前行右转，一直走到尽头，那里有一个小型的医疗室。谢谢。”有了前3个家伙的前车之鉴，饶是他也不敢在这个管家面前放肆了。说完，加里森踉踉跄跄地向着管家所指的方向走去。看到加里森离开了，我来到了那个阿宅的身边坐了下来。那家伙怎么搞的？谁知道呢？这里面的门道太多了，比推理还复杂，我有点看不懂，我也没看太明白。对了，你没事吧？现在还算完好的，可就剩咱们2个了。万一待会被他们记恨，可就麻烦了。咱们之间最好建立一个攻守联盟，万一他们要是对付咱们，咱们也联手反制，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阿宅想了想，感觉我分析的比较有道理。好啊！阿宅刚说完，就感觉肚子里面有一股凉气，随后不断的向后涌去。阿宅极力的想要控制住这股气流，然而却失败。一个响亮的屁传遍了客厅，这还不是最尴尬的。阿宅感觉屁股后面有一股热热的、黏黏的感觉，阿宅的脸色都快红透了。他快步向着刚才团扇女离开的方向走去。走到一半，他忽然想到，团扇女现在肯定在卫生间里，自己去了不知道要等到多久。2楼有卫生间吧？当然。得到了管家的肯定，阿宅快步向着2楼走去。阿宅感觉自己快绷不住了。来到2楼之后，他向着左右望了望，两侧都是白色的木门，都是一样的外形，上面也没有挂牌子，不推开看看，根本就不知道是做什么的。然而阿宅知道自己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查看了，要是问一句管家就好了，该怎么快点找到卫生间？阿宅随即步向着走廊的尽头走去。在走廊的尽头，他看到了2扇不太一样的门，一扇上着锁，另外一扇虚掩着。阿宅推开了那扇虚掩的门，外面是洗手池，里面是一个卫生间。阿宅快步走进去，坐在了马桶上，终于放松了下来。他却没发现，在他的头顶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个用4肢爬行的人。我百无聊赖地坐在沙发上，时不时地看着不远处的巨大落地时钟。半个小时了，所有离开的人都一去不回头，愣是没有一个人回来的。这些人该不会是发现了什么东西，自己去探索去了吧？可以试图前往书房进一步获取线索。对呀，反正也没限制我活动，我也可以去寻找线索呀。请问第2项考验什么时候开始？
等到应该开始的时候，自然会开始的。要不是没穿着外骨骼，我绝对要痛揍这个家伙一顿。谜语人什么的最可恶了。好吧，那我现在可以自由活动了吗？当然，您是遗嘱的继承候选人之一，并不是囚犯。我们并不会对你们的人身行为做出限制，只要不违反规则的话。好吧，那书房在哪里？我想要去看看。2楼左手边第2个门。多谢。我来到了2楼，按照管家的指引，我推开了一扇木门，入眼之处是一个巨大的书房。我向着左右望去，两侧都是整面墙的书架。我走了进去，扫视着两侧的书架上的书籍。左侧的书架里摆放的都是那种精美硬壳装的大部头书籍，整整齐齐，一排一排的，一看就十分有逼格，装饰效果烂。右侧的书架里则摆满了各种杂类书刊，从阿里不达到竹鼠常见病治疗与32种做法，几乎涵盖了我所能想到的所有类别。这么多书，该怎么寻找线索？建议翻阅左手边第2层书架第2格第1本书籍。我眼睛一亮，立刻走了过去。按照游戏系统的提示，我找到了那本书，书名很简单，就叫《红枫庄园》。我发现这是一本关于庄园和居住人的历史简介。根据书中记录，这栋庄园建造于30年前，是温莎伯爵亲自建造的。故事到此为止，后续都是空白。这是个什么情况？3个死人，这算什么线索？关于那些狗屁考验和后续内容半个字都没有。就在我感觉心灰意冷的时候，我忽然想到了什么。杰森死于2楼的仆人公用卫生间，而伊万卡则死于原本的实验室，现在的家庭医务室。如果按照灵异来推断，那么这2个地方一定有什么脏东西，会有死者的怨魂缠绕在那里。不过我所在的世界应该是科学的吧？不过当我一想到会说话的狐狸，能用神秘原石续命的黑科技，以及各种诡异的发条技术，我又不敢确定了。总之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，这2个地方还是尽量远离比较好。又翻了一遍书籍，我站了起来，准备在房间里转一转，再找上一些线索。就在这时，响起了敲门声，我急忙将红枫庄园插了回去，换上了一本如何制作一件没有任何用处的机械装置。请进。出现在门口的是那个女仆。管家先生，请您参加第2个游戏项目。谢谢，我这就下去。我跟着女仆下了楼。此时，加里森、阿宅和团扇女已经聚集在了大厅，只不过阿宅和加里森一副谈笑风生的样子，看起来好像十分的熟悉。看到这一幕，我心中一惊，他们2个什么时候这么熟悉了？难道他们结成了联盟？不过要是结成联盟的话，不是应该悄悄的吗？他们表现得这么明显是要干什么？这时，管家端着一把托盘走了过来，托盘里赫然装着一把科尔特蟒蛇、3颗子弹以及1粒骰子。全民穿越公路求生，管家将科尔特蟒蛇的弹仓甩了出来，按照1空23的顺序填装了3颗子弹，随后飞速地拨动了一下转轮，便将弹仓合了起来。这个游戏很简单，按照骰子点数的顺序，每个人拿手枪对着自己的脑袋开1枪，没死的进入下一局，死亡的自动出局。管家将骰子递到了我面前，你是最后一个出现的，那就由你来先投吧。最后到的却要最先投掷。我目光异样地瞧了管家一眼，随后捻起了骰子，扔到了托盘上，一个红色的1点展现在众人面前。1点最小，看来又由你来开始了。管家说着，将托盘里的科尔特蟒蛇递给了我，我接过了手枪。真的要朝着自己的脑袋开上枪？50%的死亡概率，风险太高了。干掉其他玩家，可是有规则禁止攻击其他玩家，难道真的要按照规则来？游戏限制10分钟前已经解除，可以攻击眼前所有的人，目标威胁程度由高到低排列。管家真实身份温莎伯爵，阿宅真实身份杰森，团扇女真实身份伊万卡，加里森真实身份特实习期。PS 千万不要试图攻击女仆。看到眼前这一行提示，我脸色不由得一僵。我连忙打开游戏系统查看了一下，禁止互相攻击、禁止攻击 NPC 的限令确实早已解除了，只不过只是发了一条信息，并没有进行提示，也没有提示音。要不是提示系统提示，我还不知道已经解除了限制。这游戏系统还真阴险。按照红枫庄园里的描述，伊万卡曾经研究过皮肤更换实验，说不定那些原本的玩家都被他们包皮顶替了。最可恨的就是那个加里森，居然是狗托。合着到现在就只剩下自己一个玩家了是吧？狗托和一群 NPC 联合在一起骗我一个人是吧？先生，请尽快按照规则进行游戏，不然您面对的将十分严厉的惩罚。我想您是不想见识的。就是啊，快点的，不要耽误时间啊。没关系，50%的概率已经很高了，赢了说不定这里的一切就都是你的了，甚至包括那个女仆。几个人隐隐的成半包围的形状，将我围在了中央，试图给我造成强大的心理压力，逼迫我就范。觉得骗我一个人很好玩是吧？居然还把手枪交给了我，试图利用规则让我杀死我是吧？呵呵，
好吧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再见。我猛地一翻手腕，反手将枪口对准了管家，口吐扳机。一个血窟窿出现在管家的额头上，直到此时，他的脸上还浮现着计划得逞的笑容，完全没有明白发生了什么。你敢开枪？阿宅的脸色急变，不敢置信地望着我。不是说玩家不能攻击 NPC 吗？他怎么能杀死父亲？他怎么敢？下去问你爹去吧。我转手将枪口对准了阿宅，再次扣动了扳机。阿宅的脑袋上也多出了一个血窟窿。阿宅带着不敢置信的眼神倒在了地上。2击得手之后，我转手将手中的手枪对准了团扇女。团扇女此时则把手中的团扇向着我扔了过去，手指缝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多出了几把手术刀，向着我扑了过来。我向后撤了一步，一手打掉飞来的团扇，一手对着团扇女接连扣动扳机。最后的那一颗子弹击中了团扇女的胸口，一抹鲜血从旗袍里渗了出来。团扇女的双眼失去了色彩，身体软软的倒在了地上，手中的手术刀掉落在了地上。我的枪法还是不错的嘛，都是一枪致命，3个最有威胁的都死了。把手举起来。加里森从靴子里拔出了一把匕首，刀握着向我逼近。我手里可有枪。你当我不会数数是吧？你刚才一共开了6枪，3颗子弹都打光了，那破枪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用处。再说了，哪怕你枪里装满了子弹，也对我没有任何用处，放弃吧。加里森一边说着，脸上浮现出了大片鳞片，身体也不断的膨胀，身上的衣服都被撑破了，一条巨大的尾巴从为他的身后伸了出来，手掌和脚掌都变得巨大，指甲都变成了黑色的利爪。加里森单手一用力，他手中的那把匕首瞬间就被捏得变了形状。操，这特么是实力最弱的，那些排在他前面的 NPC 到底有多强？幸亏在那些人没反应过来之前提前给干掉了，不然麻烦就大了。早知道就穿着外骨骼进来了，直接用机枪将对方干掉。事到如今，只能动用那件东西了。我将手枪向着加里森的脑袋砸了过去，随后整个人向着加里森冲了过去。加里森露出了不屑的光，加里森单手掐住了我的脖子，直接将我提了起来。小子，居然还敢攻击我！我要一点一点掐断你的脖子，让你感受到死亡降临却无能为力的恐惧。我双手扒住了加里森黑色的指甲，从袖子里抽出了那种无尽梦境入场券。我启动了入场券，一道流光闪过，入场券消失，加里森整个人顿时呆住了，如同雕像一样停在原地一动不动。我想要掰加里森的手，可是却发现加里森的手如同老虎钳子一样，哪怕加里森的意识已经被收入到了无尽梦境之中，但是身体还是保持着原本的动作，一丝一毫改变都没有。奶奶的！我按下了手环上的按钮，一直安静停在外面的步兵战车忽然启动，直接撞破了房间的外墙，冲了进来。指挥官，需要帮助吗？快把我放下来！遵命。小爱同学弹出一条机械臂，举着一把汽油动力锯向着加里森的胳膊锯了下去，鳞片上居然冒出了火花，加里森的鳞片居然坚硬到了这种地步，用掉了2把电锯才将加里森的胳膊和手指彻底锯断了。这家伙还真结实。忽然我感觉气氛有些不对，猛地一回头，这才看清楚，原来是那个女仆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我的身后了，双手叠在身前，一副等待吩咐的架势，一动也不动。你要干什么？女仆没有应答，我将手在女仆眼睛前晃了晃，随后女仆的眼神里多出了一股莫名的意味。我总感觉对方像是在看傻子，研究了半天也没搞明白女仆要干嘛，索性也就不研究了，先把能拿的奖励拿到了再说。指挥官，这个家伙怎么处理？先把脑袋锯下来。明白。小爱同学拿出了一把新的电锯，开始切割加里森的脑袋，费了9牛2虎之力，报废了3把电锯，小爱同学才彻底将加里森的脑袋锯了下来。玩家加里森死亡，因为参赛玩家只剩下玩家13亿人，达成结束条件，副本红枫庄园结束，开始颁发奖励。奖励：将红枫庄园土地移植到玩家车内，玩家可选择单独开辟空间，也可选择并入某一设施内部。警告：由于玩家13击杀内部游戏人员，性质恶劣，开启惩罚模式，车辆等级强制降低1级。一道白光照耀在步兵战车上，步兵战车竟然像是冰激凌一样开始融化。怎么回事？全民穿越公路求生。就在这时，一直站在旁边的女仆动了，女仆来到了我的面前，伸出手在我面前一抹，直接将那行惩罚擦掉了。照耀在步兵战车上的白光顷刻间消散，步兵战车又恢复了原本的样子。你敢阻止我？虚空之中传来了愤怒的声音。莫里亚蒂，你越线了，规矩就是规矩，如果你再敢违规，主人会亲自和你谈谈。虚空中的声音冷哼了一声，消失不见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抱歉，我没有权限和你解释，你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就一直抵达终点，主人会在那里等着你。女仆说着，伸出一根食指，在虚空中画了一个圈，一道光纹顿时浮现在她的面前。对了，
主人要我告诉你一句话，对于那些托，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间隙的，不必留手，见到一个杀掉一个，出了问题，主人自然会帮你解决的。女仆说完，径直迈入了光门之中，光门随之消失不见，只留下我在原地目瞪口呆。我低头将场景复盘了慢慢琢磨出点味出来。我好像是卷入了一场高层的博弈之中。他奶奶的，我这是招谁惹谁了？那个叫莫里亚蒂的家伙，居然想要强制降低我车子的等级，这几乎就是要断了我的生路。仇恨不共戴天，我自然不可能跑到对面再去下注。而女仆小姐姐应该是对我有好感的，这个大腿要报警。杀了你的狗托就要对付我是吧？好，以后我看到一个就杀一个，咱们走着瞧。反正女仆小姐姐说了，随便杀，出了事情有人帮忙善后。既然这样了，那我还在乎什么？直接干就完了。红枫庄园已经准备完毕，请问是单独加载进入车内成为配件，还是与其他空间进行融合？下面列出了可以融合的空间名称：高级生态园、高级仓库、莉莉丝德实验室、高级卧室。建议与高级生态园融合，方便构筑完整生态链条，对未来有很大好处。那就与高级生态园融合。一道白光闪过，红枫庄园彻底消失不见。我和步兵战车出现在了满是冰雪的公路上。好厉害啊！我急忙跑进了车里，进入了高级生态园。此时，高级生态园已经变了一副样子，面积扩大了2倍有余。不远处多出了一大片枫树林和一条蜿蜒的小河，树林里有小鸟、松鼠和兔子，河里有一家，小河里有一些不知名的小鱼，俨然又增加了不少生物，让我的高级生态园越来越像一个完整的生态圈了。原本的房屋因为损毁过度被回收了，玩家可以重新选择一栋房子，由系统免费建造。下面是一排排的图片，从度假小木屋一直到超级豪华的城堡，一应俱全。我翻了翻，最终挑中了一个有20间房间，使用面积超过2000平米的豪华别墅。现在就我一个人，房子还是小点比较好，住得太大了，太空旷，没有人气。我刚刚选择完毕，一栋超级豪华的别墅便出现在我的面前，和之前图片上的一般无二，还挺像模像样的。我正准备进去参观一下，旁边车库的门自动打开了，里面露出了4辆汽车：雷克塞斯、改装悍马、改装巨轮车、超级房车，4辆车一字排开，赫然正是之前加里森他们开来的那几辆车。原来在这里，我一见立刻欣喜过望，将001叫来，将这些车子拆解了。最终我得到了几张图纸，一张是悍马改造图，一张是巨轮车改造图。和普通的改造图纸一样，就是付出一些资源，将车子直接改造成房车或者巨轮车。我自然是不需要的，不过卖给其他的玩家倒是合适。最后那张图纸最让我心动。不稳定的药剂制造机，特殊配件，放入生物的尸体，可以获得随机品质的药剂，服用后让使用者具有被放入生物的部分特性。看到这张图纸，我终于知道那些奇奇怪怪的半人半生物的家伙是怎么回事了。要不造一个试试？大不了品质不好的药剂不出售就是了。我犹豫了一下，点选了制造，一道白光闪过，材料消失，一台机械出现在我的面前，上面是一个巨大的漏斗形的进料口，下面是一个圆形的滚筒放置在架子上，旁边连接着一个方盒子，在旁边是一个出料口，看起来十分的简洁。得找个试验品试试。我想了一会，最终决定用加里森的尸体当做试验品，反正已经死掉了，正好拿来废物利用。我将加里森的尸体扔了进去，机器发出了嗡鸣声。过了一会，从出料口里滚出了一罐红牛一样的罐装饮料。我有些失神的将饮料拿了，一行游戏提示出现在上面。蜥蜴人改造药剂融入了部分人类基因，饮用后大量增强肉体力量和肌肉、骨骼强度，鳞片取消，增强皮肤的柔韧性，取消身体巨大化，尾巴缩小，保留利爪，速度大幅度提升。饮用后将会经历10分钟身体改造期，将会面临巨大痛苦，但100%会成功。这东西，我拿着这东西观察了半天，这东西叫加里森那版本，降低了坚固，提升了速度。很难说到底是好还是坏，但是对于玩家来说绝对是巨大的提升。不过我肯定是不会使用的，主要是加里森使用后那样子太惊悚了，我自己都接受不了。想来想去，我忽然发现最有购买意愿的，也最能接受的，居然是密修会的人。而且卖给他们之后，我再遇到也没有什么顾虑，完全可以再杀一次，重新炼制成药剂，看看新的药剂具有什么效果。我开始翻看区域频道，寻找密修会的成员，最终我选定了一个目标，库里南。因为这个库里南是个肥头大耳的胖子，一看就是个有钱的家伙。我将药剂的效果贴图发了过去，库里南此时正坐在一辆超级房车里，蹲在冰柜面前点数着里面的心脏。就在这时，私信的提示音响了起来，是谁发来的？老大现在应该在忙任务吧？怎么会给我发信息？别又是赛克勒那个家伙要搞事情吧？
库里南不情不愿地点开了私信，是一个不认识的人。库里南下意识的就想要关闭，可是他扫了一眼里面的信息，想要点关闭的手就定在了半空中，再也按不下去了。蜥蜴人改造药剂100%成功。他作为密修会的成员，自然获得了改变身体的药剂。可是库里南的运气不太好，喝了一瓶药剂之后，只多了一条狗尾巴，除此之外毫无变化。他这副样子自然成为了其他成员的取笑对象。根据药剂的描述，他平时可以保持人类形态，战斗的时候也可以变出利爪和尾巴，这可比只会乱摇的狗尾巴强多了。一定要弄到手。怎么卖？图纸或者珍稀物品，品质越高越好，不要试图那些普通的东西给我，我不缺。我说着拍了一张挂满了火腿的仓库的照片发了过去。这么多火腿，库里南看的眼睛都直了。他在没进入这个游戏世界之前，就是一个狂热的火腿爱好者，梦想就是收集全世界的各种火腿。不光要拿到药剂，就连这些火腿我也要拿到。库里南不由得握紧了拳头，望向了身边的那个雕像摆件。看来又要用一次这个东西了。全民穿越公路求生，一张照片勾动了库里南的杀心，这是我没想到的。一定要交换成功，立刻服用药剂，完成变身之后再启动这件东西，完成猎杀，再把那些火腿和交换出去的东西收回来。不过用来交换的图纸一定要高端，一定要能吸引到对方的注意力，还要确保对方无法建造成功，这样才能保证自己能成功的把图纸收回来。应该选择哪个呢？库里南想了半天，忽然他想到了一张图纸，这个一定可以。125毫米滑膛炮，4级汽车配件，发射弹药为稳地托壳穿甲弹，可在所有极端条件下正常工作。穿身1000毫米军制钢甲，500毫米复合装甲，100毫米钛合金装甲。制作材料：钛合金50单位，高级金属锭50单位，金属零件100单位。附录：稳地托壳穿甲弹制作图。这玩意总不能被制作出来吧？汽车等级先放到一边不说，光是这个钛合金，他就不相信有人能拿得出来。他不相信会有玩家能拿得出足够的资源来制作这个东西，他肯定能平安将图纸回收回来。就这么决定了。库里南将125滑膛炮的性能参数发了过去。这东西不错呀，密修会这些家伙还真是有点东西的，看来韭菜还得照着肥的割才行。我一口答应了下来，双方立刻完成了交易，两个人都暗自窃喜，认为自己获得了最大的利益。哈哈哈，蜥蜴人药剂，我终于可以摆脱狗尾巴了。库里南打开了盖子，一口气把药剂喝了下去。药剂刚一喝完，库里南就感觉到身上有一股异样的感觉，身体变得燥热，一股剧烈的疼痛从身体内部向着周围蔓延，身上的肌肉都发出了撕裂般的痛感。伴随着他的叫声，他的双手变成了黑色的利爪，狗尾巴变成了粗大有力的蜥蜴尾巴，原本多余的赘肉全都变成了结实的肌肉，看起来比之前有气势多了。哈哈哈，看你们还有谁敢嘲笑我？库里南说着，用利爪一拍旁边的桌子，实木的桌子当场被拍成了碎片。哈哈哈，这就是力量的感觉，真是太棒了。既然我拥有了力量，那么图纸也该收回来了。为了表达我对你的感谢，我会让你亲眼看着自己的心脏被挖出。库里南兴奋地看向了雕像，启动决斗程序。玩家库里南向你发起决斗，请问是否接受？如果拒绝，需要缴纳双倍的赔偿。赔偿清单如下。下面是密密麻麻的一大堆物资列表。这家伙也有邀请决斗的物品。上一次见到这个东西，还是在第2个世界樱花车队那里，没想到今天又被人约斗了。库里南，这不就是刚才买走药剂的人吗？刚喝了药剂就感觉自己行了，想要过来抢物资。好，既然你想抢，那我就成全你，让你尝尝自己卖出的火炮的厉害。我果断地选择了同意。由于你是被动应战方，具有优先挑选场地的权利，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放弃此权利。随后游戏系统列出了一大堆可选场景：决斗场、热带雨林、沙漠、迷宫、死亡废墟、沼泽地、荒岛。这家伙的速度大幅度提高，不能选择太大的场地，一定要限制他优势的发挥，最好一炮就能搞定。我想了想，最终选择了决斗场。这个场景场地面积小，周旋空间有限，双方一出场就能遇到，最适合我这种火力覆盖的选手。场景选定，正在载入中。一道白光笼罩了我，等到白光消散，我出现在了一个巨大的决斗场之中，地上到处都是残破的兵器，不知道有多少人惨死在这片土地上。在我的对面停着一辆巨大的虎式主战坦克，这玩意或许在2战时期算了上世顶尖的存在，但是在现代的火炮面前和纸糊的没什么区别。小爱同学，让他尝尝新火炮的厉害。明白。小爱同学欢快地填装了一枚稳定一脱壳穿甲弹，瞄准了前方的虎式坦克，按动了发射按钮。
此时，库里南正摩擦着自己锋利的双爪，幻想着撕开对方胸膛，摘取心脏的样子。在发现场地是决斗场后，库里南的心中就放下了大半。他手中的虎式坦克着重加强了防御和火炮，速度最不擅长。就在他琢磨着是用火炮取胜，还是直接冲出去撕开对方的装甲的时候，他的眼睛瞥到了我车上的125毫米线膛炮。这怎么可能？他怎么弄到的钛合金？库里南惊恐了起来，他拼命地踩动油门想要躲开，可是为时已晚，一枚炮弹在他的眼中变得越来越大。不！稳定一脱壳穿甲弹击中了虎式坦克的前装甲，这种穿甲弹可是连500毫米的复合装甲都能打穿，更不用说虎式这种后加装的200毫米复合装甲了。尖锐的弹头直接刺穿了装甲，打入了车体的。库里南双手挡在胸前，想要阻挡一下，可是尖锐的弹头直接将他彻底刺穿了。炽热的高温直接将他的五脏六腑烧蚀成了灰烬，散发出了焦糊的味道。玩家库里南死亡，决斗结束，库里南的一切物品全都归属于13，传送中。白光再次笼罩了2辆车子，我重新出现在了原本的公路上，只不过旁边多了一辆库里南的虎式坦克。你说说你怎么这么客气呢？还赶着上门送礼。我搓了搓手，来到了库里南的虎式坦克面前，舱顶盖已经自动打开了，我直接跳了进去。虎式坦克里面经过了一番装修，和其他人奢华的内饰不同，库里南将虎式坦克内部装修的如同厨房一般。在不远的案板上还有一条腌制了一半的火腿，右手边还有一个打开了盖子的冰柜。我走了过去，愕然发现冰柜里整整齐齐地摆放着12枚人类的心脏，在冰柜的上面就是神秘阴影的神龛，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我冷哼了一声，在车里转悠了起来，没费多大力气，我就找到了一个仓库。仓库里面没有别的东西，满满的堆放着各种火腿，各种各样，弥漫着火腿特有的咸香味道。啧，这么多火腿，单轮火腿的数量都快超过我了。翻找了一圈之后，我有些失望，除了那一仓库火腿之外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，都是一些平常的东西，比如饼干、香皂之类的。我无奈地走了出来，让001帮忙拆车。至于库里南的尸体，则被我拖了出来，扔到了不稳定的药剂制造机里。我十分想要知道，要是药剂被人吸收了之后，再把这个人干掉，还能不能把药剂再提取出来？如果真的可以的话，那这瓶药剂就可以不断的循环利用了。希望可以成功啊！一罐药剂从出料口里滚落了出来。蜥蜴人改造药剂融入了部分人类基因和某些肽底基因，导致药剂性质发生了改变。饮用后部分增强肉体力量和肌肉、骨骼强度，鳞片取消，增强皮肤的柔韧性，取消身体巨大化特性，尾巴缩小，保留利爪，速度大幅度提升，交配欲望大幅度提升，但持久力会下降30%。饮用后将会经历10分钟身体改造期，将会面临巨大痛苦，但100%会成功。但是这个泰迪的基因是怎么回事？这个库里南的身上怎么会有泰迪的基因？难道不是有生殖隔离吗？这特么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全民穿越公路求生，我百思不得其解。不过这点倒是小问题，只要正常效果不差的话，就不愁卖。搞定了药剂，我正准备离开，忽然感觉到有人在拉自己的衣角。我低头一看，全是001的手中还拿着2张图纸。哟，出息了，居然出了2张！我一见喜出望外，立刻将2张图纸抓到了手里。第一张图纸照例是神秘阴影的制造图纸，我只看了一眼就扔到了杂物堆里。我打开了第2张图纸，火腿晾晒储存房，2级特殊配件，可以晾晒储存火腿，让火腿风味更加浓郁。制作材料：终极木料50单位。这东西还行吧？将战利品整理完毕之后，我看了看天色，此时已经来到了傍晚时分，太阳落入了山的背面，该吃晚饭了。正好有上好的火腿，我给自己做了一锅腌笃鲜，吃得十分的过瘾。吃完之后，小爱同学负责开车赶路，我则打开了区域频道，准备看看玩家正在做些什么。刚一打开频道，苍小空就给我发来了私信：老板，有人在传说找到了退出游戏的方法，而且已经流传得很广了。什么？离开游戏的方法？没错，方法是挖去别的玩家的心脏，凑齐一定数量之后，找到一个人就可以获得离开的机会。不过消息有很多个版本，有人说要12颗，有人说要20颗的，甚至还有人说要108颗。这些都是从密修会里传来的吧？老板，你知道了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应该还有一条消息，那就是可以用玩家的心脏兑换身体强化的药剂。没错，同时传出来的确实还有这么一条消息，只不过没有第一条有吸引力。老板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是怎么知道的？因为制造这东西的机器现在就在我的手里。我看了一眼身旁的不稳定的药剂制作机眼，这就是药剂的大致效果，你可以看看。我把蜥蜴人的药剂效果发了过去，如果苍小空要是看中了这款药剂的话，
卖给他也不是不可以，反正都是自己人。还是算了吧。看到药剂的效果，苍小空想象了一下自己的身体变化的样子，立刻拒绝了。现在他依托我过得还算不错，各种物资不缺，还没必要把自己弄成那副人不人鬼不鬼的。那老板脱离游戏的消息，当然也是假的，负责的那家伙都被我杀掉了。那瓶改造药剂就是从他的身上提取出来的。那他们发出这个消息是为什么？我有一个猜测，那就是为了挑动玩家之间自相残杀，尽可能的造成玩家之间的伤亡。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不知道，估计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吧。不过线索太少了，判断不出来。那老板，对于这些消息，我们该怎么处理？还能怎么办？保持独善其身吧。难道不管吗？怎么管？大家都是被拉倒这个世界的苦逼，而且多数人都过得不怎么样。突然冒出来一个离开的希望，谁肯放弃？如果你上去告诉他们真相，他们说不定还会说你断了他的离开的路，反倒埋怨你，甚至出手对付你。这样吗？好了，人格有命，我们就不了太多的人，把持住自己就好。如果可能的话，多打听些密修会的消息，干掉了密修会，这些谣言就不攻自破了。明白了，我会密切注意密修会的消息的。两人又商议了一些细节，苍小空便挂断了私信，还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其他的朋友。我立刻把相关的消息通知给了这几个熟识的朋友。放心了，我肯定不会相信的，居然要其他玩家的心脏才能离开，这么离谱的谎言，我怎么可能相信呢？赵婉婉则表示哪怕是真的，她也绝对不会去做这么恶心的事情。在私信的末尾，她再次重申了自己想要泡温泉的渴望，希望能在下一个路口和我相遇。毛子哥更有意思，回了一段视频，视频里他正擦着一根撬棍，上面满是血迹。你这是杀了什么东西？雪狼？因为在视频的角落里，我似乎看到了一条毛茸茸的尾巴，看起来有点像是狼尾巴。不，刚刚敲碎了一个密修会砸碎的狗头。这些家伙怎么招惹你了？居然让你动用了撬棍。毛子哥平时要么是用拳头，要么是直接用枪，用冷兵器还是第一回。那个家伙长着一个狗脑袋，居然还跟我吹嘘能获得变得更强的药剂，笑死了。我就是用撬棍轻轻的试了一下，他的脑袋就碎了。我有些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好。这些密修会的家伙招惹谁不好，偏偏去招惹毛子哥，这下好了吧，撞到铁板了吧。我继续通知剩下的人，其中李飞宇对我手中的那罐强化药剂比较感兴趣，不过当他看到里面居然还有泰迪的基因后，最终败退了，变成怪异的样子他能接受，但是变成魅魔他就接受不了了。海格没什么消息，估计宿醉还没醒。对于海格，我也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好，明明没什么酒量，还偏偏喜欢喝。将消息通知给了几个朋友，我终于松了一口气。与此同时，在一条偏僻的道路上，一辆巨大的房车正停在路边，房车内灯火通明，3个人围坐在一张圆桌之前。赛克勒老大，那个消息已经蔓延开了，我们该怎么办了？这不是很好吗？可是有玩家要找我们兑换药剂，但是那种药剂只有加里森老大才能制作，可是加里森老大已经死了，我们没办法。够了，加里森已经死了，现在我是老大，不要再提那个该死的家伙了，听明白了吗？是，但是玩家那边……好了，就告诉他们提交的心脏不够，或者前面有很多人排队，想要插队需要交更多的心脏。编谎话你都不会吗？真不知道社区大学那帮该死的校董是怎么让你毕业的？用屁股吗？知道了，还不快去！鳄鱼头连滚带爬的跑了。塞利亚，去跟上他，如果他敢有什么别的心思，就干掉他，取而代之。明白了。一个近乎透明的身影站了起来，跟着鳄鱼头走了出去。从晃动的光影之中可以看到，那是一个身体近乎透明的女人，上半身是人形，下半身变成了4条锋利的截肢，看起来像是半人半蜘蛛的怪物。2个人都离开后，赛克勒跪在神秘阴影的神龛之前。伟大的神秘阴影啊，请告知我从何处可以找到制造药剂的机器。说完，赛克勒拿出了一把小刀，割开了自己的手腕，让一些鲜血滴落在雕像之上。那些鲜血落到雕像之上后，迅速没入其中。随后，雕像的双眼散发出了红色的光芒。13，去找到他，干掉他，你就可以获得你想要的一切，还有我的赏赐。一个玩家嘛。全民穿越公路求生，赛克勒神色有些低沉。螺旋山脉上公路万千，剩余玩家3000多人，想要从这么多人之中找到一个指定的玩家，这其中的难度无疑是十分巨大的。不用担心，我会给你指明他的位置。神龛之前白光闪烁，片刻之后，一张黄色的羊皮卷轴出现在神龛之上。拿上它，去干掉那个家伙，我会给予你需要的一切，甚至是真正的取代加里森的位置。
真正的取代他的一切。雕像闪烁了2下，随即暗淡了下来，重新变成了普通的雕像。赛克勒拿起了羊皮卷轴，缓缓打开，他发现上面是一幅地图，地图上标注着周围的线路，上面还有2个红点，一个是他自己，另一个上面标注着一个名字13。太好了，有这个东西，我还怕找不到你，哈哈哈！加里森，你没想到吧？我也获得了主的青睐，我会证明我比你更适合当首领，我会带着密修会走向更辉煌的未来。赛克勒走向驾驶室，启动了车子，急速向前飞驰而去。指挥官，前方的路况有些不对劲。怎么不对了？前方的温度正在稳步的提升，之前一直是零下20度上下，可是我越往前开，温度越高，现在已经升到了零下10度，我们会不会走错路了？还有这种情况？我从车里走了出来，查看情况，路面一直是倾斜向上，看起来似乎没什么问题，但是室外的温度确实高了一些。既然提示系统没有提示，那目前来看问题就不大。走，继续往前走走，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我一路向前行驶，但是越往前走，气温就越高。等到了半夜时分的时候，我甚至已经看到了部分冰雪开始融化，变成了溪流，向着山下流去。公路两旁甚至可以看到稀稀落落的野草发芽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明明已经驶过了雪线，按照正常的逻辑，应该越往上走，气候越冷才对。不管了，反正既然提示系统还没提醒，我就一直往前开，我倒要看看前面到底有什么东西。我一路向前行驶，一直开了一夜，等到天色微微放亮，才停下车来休息了片刻。我长长的伸了一个懒腰，呼吸了一下新鲜的空气。好困啊，好想来点有意思的事情提提神。就在这时，我看到天空中一道锐利的闪光向着自己扑了过来。小爱同学反应迅速，弹出了20条机械臂，每一条机械臂手里都拿着一门4连装23毫米机炮。那道闪光还没靠近我，就被打得凌空爆炸，形成了一道璀璨的焰火。火箭弹？什么人？玩家还是土著？我凝神向着火箭弹发射来的方向望了过去。公路的尽头，一辆巨大的房车从远处呼啸地冲了过来。房车的顶盖缓缓打开，又是一具火箭弹发射器伸了出来。火箭弹呼啸而出，再次向着我所在的方向射了过来。干！我见状，一脚油门向前冲去，机炮再次打出了弹幕，将火箭弹凌空打爆。哪里来的家伙，这么厉害，都用上火箭弹了？我看着对方的火箭弹，有些眼馋，比自己的火箭弹更粗更大，只是数量少了一些，一次只能发射1发，不像自己可以用火箭弹洗地。此时，后面的那辆巨型房车也发现了火箭弹无法对我进行有效攻击，将火箭弹发射槽收了回去，转而推出了一门炮口，异常粗大的火炮，遥遥地瞄准了我所在的方向。那火炮的口径粗粗看上去至少有200毫米以上，这他妈是列车炮吧？我不敢怠慢，立刻采取了反击措施。我对着身后直接打出了20枚火箭弹进行覆盖打击，同时启动了烟雾生成器，一股迷雾从车子周围升起，笼罩了附近的路面，阻断视野，让对方无法瞄准。密密麻麻的火箭弹刚刚飞到巨型房车上空，就从巨型房车的车厢里伸出了集体的88毫米高频2用炮，对着火箭弹不断的射击。那些88毫米高频2用炮异常的精准，20枚火箭弹居然被一炮一个，全都凌空打爆，没有一个接近房车500米以内的。这是谁呀？这么厉害？尤其是那个88毫米的高频2用炮，实在是太精准了，火箭弹都能凌空打爆，直接断绝了我升空作战的念头。我相信，只要我敢升空，那4门88炮绝对教自己做人。好难缠啊，这家伙该怎么对付呢？此时，一直在后面追击的赛克勒也感到有些吃惊，这是他第一次遇到这么棘手的敌人。呵呵，倒是有些本事，不过你以为这样就能逃出我的手掌心了？太天真了！赛克勒调整的203毫米列车炮的仰角将炮口扬起，随后按下了发射键，一声震耳欲聋的响声炸响，一颗巨大的炮弹越过了步兵战车，在前方的公路上轰然爆炸。203毫米的炮弹威力异常巨大，直接将双车道的公路拦腰炸断，留下了一个直径足有10多米的大坑。要是强行冲过去，绝对要掉入峡谷之中。小爱同学一个急刹车，在大坑前堪堪停了下来，避免了掉入悬崖的悲剧。此时，想要充气升空以地面高度飞过深坑也不太现实，因为那辆巨大的房车已经追了过来，4门88毫米高炮已经蓄势以待。此刻，我遇到了进入这个世界以来最危机的时刻。那辆巨大的房车缓缓地停在500米开外，巨大的炮口对准了迷雾。前面的朋友，不要做无谓的抵抗，走出来吧！只要你交出一样东西，我就可以放过你。赛克勒拿着扩音器高声喊着，试图把我引出来干掉。现在步兵战车躲在迷雾之中，赛克勒不敢随便拿重炮轰击，毕竟
那台制造药剂的机器有极大的可能在我的车上，如果打坏了，他哭都来不及。我躲在迷雾之中，也不敢开炮反击。要是对方抗住了，我就暴露了位置，很可能会被对方的主炮一发带走。不行，时间不等人，得快点找个机会干掉他。我想了想，把莉莉娜拉了出来，跟我出来对付一个敌人。是谁？莉莉娜很兴奋，相较于拿着螺丝刀，她更喜欢操刀子砍人。就是外面那个家伙。我指了指外面的房车。待会一起冲出去，把这家伙干掉，不然我们都没什么好日子。明白了。我也将罐头带了出来。待会你从正面直接冲过去，把里面的家伙抓出来，砸碎他的脑袋。罐头点了点头，举起了自己身前的塔盾。一起上！我发出了一声号令，3道身影一起从迷雾之中冲了出来，一同向着巨型房车冲了过去。赛克勒看到3道虚影从迷雾里冲了出来，顿时吓了一跳，随即狂喜，立刻启动了自动进防机枪，向着几个人扫射。至于88炮，则因为射击角度问题，无法对过于低矮的目标进行打击，我们完美的避过了。虽然无法动用88炮，但赛克勒仍然信心满满。他有6挺 12.7毫米的近防机枪，这些就足以将一切来犯的人干掉了。至少从他现在已知的情况来看，还没有出现可以挡住机枪的防弹衣。全民穿越公路求生，我的外骨骼经过了几次强化，挡住重机枪扫射一点问题都没有。莉莉娜的身体强度就更不用说了，甚至她都不需要硬扛，利用移动速度，甚至可以直接闪避开那些子弹。至于中单罐头，直接举起了巨大的塔盾，将自己的身体挡得严严实实的，那些重机枪子弹都被弹开，无法给他造成哪怕一丝一毫的伤害。该死的家伙，怎么这么厉害？赛克勒愤恨地按下了一个红色的按钮，车子的前引擎盖被打开了，一挺40毫米的速射炮从里面伸了出来。去死吧！赛克勒按下了启动键，40毫米的速射炮瞬间就击中了罐头的盾牌，巨大的冲击力将罐头打得连连后退，巨大的塔盾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破损。这还不死？再尝尝这个，我就不信了。赛克勒又按下了一颗按钮，一发短程反坦克导弹从发射槽里发射了出来，以弧线走位击中了罐头，一颗小型的蘑菇云升了起来。与此同时，赛克勒拉动汽车操控杆，控制汽车急速后退，想要拉开与我和莉莉娜之间的距离。然而这时，我张开了手掌，掌心裂开了一个口子，掌心机枪冒出了火光，一连串子弹射向了40毫米机炮的链接处。机炮被几十发子弹击中后，转角器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些故障，无法正常转向了。该死的家伙！哼，还有机会，只要让我拉开距离，我就要让你们好看。赛克勒最后又按下了一个按钮，几个喷管从车里伸了出来，从管子里喷出了熊熊燃烧的火焰，炽热的火焰将车子的前半部分包裹了起来，让人无法靠近。这我还看你们怎么办！我脚下速度不减，启动了外骨骼上挂着的超微型火箭弹，几颗火箭弹向着那些火焰喷射器射去。好巧不巧，有一颗火箭弹刚好插中了输油管，一团爆炸在超级房车上升起，让房车发生了剧烈的震动，甚至侧壁上都破了一个洞。我见状，立刻又朝着破洞发射了几颗火箭弹，并用掌心机枪对着它乱扫，也不知道打着了什么。从破洞里冒出了熊熊燃烧的火焰和滚滚的黑烟，超级房车的速度也降低了下来。怎么搞的？赛克勒看着不断闪烁的警示灯，额头上满是汗珠，不断地敲击着各种按钮，可是依然无法让车子恢复正常运转。就在他焦急万分的时候，旁边传来了玻璃破碎的声音。赛克勒转头望，惊愕地发现一个人出现在了车外。赛克勒立刻转动方向盘，想要将对方甩下去，可是莉莉娜可是那米机械人，手脚早就变成冰锥，插进了车体里，根本就甩不脱。下来吧！莉莉娜对着赛克勒伸出了手，她的手猛地伸长了，向着赛克勒抓了过去。赛克勒被抓住了胳膊，身体不由自主地被抓了出去，同时他的手一转方向盘，车子撞在了山崖上，车尾都被撞出了一个巨大的凹陷，不过却终于停了下来。你们毁了我的车，不可饶恕！我要杀了你们！赛克勒怒火中烧，撕裂了自己的上衣，身体开始不断地膨胀起来。赛克勒身体眨眼之间膨胀了起来，身体拔高到了3米多，身体长出了白色的长毛，身体上又多长出了6条胳膊，眨眼之间变成了一只身上长着白色长毛的芭比猿猴。变成芭比猿猴的赛克勒反手抓住了莉莉娜的手腕，猛地向下灌在了地上，莉莉娜被砸在了地上，地面上浮现出了细密的裂纹。芭比猿猴反手一抡，又将莉莉娜砸到了另一块地面上。水泥公路上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裂缝，芭比猿猴来回抡着莉莉娜，来回砸，将水泥公路上砸出了2个大坑。最终，芭比猿猴用力一甩，将莉莉娜砸向了山崖，莉莉娜被镶嵌进了山崖之中。芭比猿猴大吼了一声，想要向着我冲过去，结果罐头已经冲了上来，手持巨大的塔盾拦住了赛克勒。没问题吧？
没什么重伤，就是头有点晕。我有个办法能干掉他。什么办法？按照我说的来。我靠近莉莉娜的耳边，轻声说着计划。芭比猿猴用4只手分别抓住了罐头的4肢，随后剩下的4只手对着罐头打拳击，就像是玩太鼓达人一样。打了几十拳之后，罐头的胸口、板甲都凹陷了下去。芭比猿猴用尽全身力量打出去一拳，将罐头打飞了出去，重重地摔在了地上。芭比猿猴虽然将罐头砸得很惨，但是他自己也不好受，肋骨被罐头砸断了2根。狗贼，休走！我举起一个直径1米的巨大圆锤，向着芭比猿猴砸了下去。看到砸向自己的巨大圆锤，芭比猿猴眼中露出了不屑的神，直接伸开了8条胳膊，一把将巨大的锤头抱在了怀里。芭比猿猴刚想用力将圆球甩出去，就在此时，原本光滑的圆锤之上忽然密密麻麻地刺出了成百上千根尖锐的尖刺，这些尖刺每根都足足有2尺多长，直接将芭比猿猴刺成了筛子。芭比猿猴喘着粗气，眼中满是不甘。此时他的生命力还有不少，还有着反击的能力。然而还没等他有所动作，那些刺入他体内的尖刺上又冒出了密密麻麻细小的尖刺，这些细小的尖刺在他的体内疯狂生长，将他的身体内部搅成了烂泥。芭比猿猴的眼神失去了色彩，身体渐渐地失去了力量，那些尖刺纷纷收回，没入了圆球的体内。随后圆球一阵变化，重新变成了莉莉娜。放手啊！我看了一眼自己手中的大腿，连忙放了下来。莉莉娜白了我一眼，进入房车之中，检查看看还有没有残余的敌人，而我则来到了芭比猿猴的面前。此时赛克勒已经无法维持芭比猿猴的形态，重新变成了那个出现了发际线危机的中年男子。赛克勒身上满是血洞，体内脏器也都成了碎片，眼中已经失去了光芒。芭比猿猴这个东西要是提取出来，应该会有买家吧？我想着，将赛克勒的尸体拖回了车里，扔进了不稳定的药剂制造机里。伴随着机器的嗡鸣声，一罐药剂滚了出来，我将那罐药剂捡了起来。芭比猿猴药剂使用后力量大幅度提升，可变身成为芭比猿猴，防御力小幅度提升，脾气暴躁，会为狂暴、愤怒等情绪支配行为，容易陷入狂乱之中，需要配合镇静剂使用。一般般，看来不太好卖。我将这罐药剂收了起来，而莉莉娜也带着罐头的残破身躯回来修理。多谢了，顺道帮忙改装一下，最好加点火箭弹什么。我感觉罐头的攻坚能力还是差了一点，如果再加强一点就更好了。莉莉娜听完了，差点栽了一个跟头。她手头的工作还没完成，我又给她安排了新的工作。我说完，便带着001去拆解赛克勒的超级房车。无论是203毫米的列车炮，还是88毫米的高频两用炮，我都眼馋得很。要是拆解出图纸来，我的实力就能进一步增长。001带着一堆自走机械开始拆卸，很快巨大的房车就被拆解成了零件。001带着2张图纸回到了我的身边。全民穿越公路求生，我打开了第1张图纸，照例是神秘阴影的图纸，随手扔到了一边。我顺手打开了第2张图纸，地狱火反坦克导弹，制导方式激光般主动制导，红外成像，弹长 1.7 米，战斗部45公斤，射程8公里，穿身1400毫米军制钢甲，使用气候条件全天候，可在战场烟尘雨雾中锁定目标。备注：由于体积巨大，无法与其他火箭弹并存，若要安装，需要进行替换。好东西啊！我立刻选择了替换原本的蜂巢式火箭弹。制作。我立刻选择了制作，一道白光笼罩了我的车子，原本装载的蜂巢式火箭弹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地狱火反坦克导弹的发射架。我同样为其制作了一个武器收纳舱，将其收拢了起来。这样从外观看起来，我的步兵战车也就是一辆主炮比较大的步兵战车而已，看起来并不是太显眼。这样就差不多了。将车子修改完毕，我继续开车向前。越往前，气温越高，尤其是当太阳升起之后，气温更高了。外面的气温达到了-15度左右，我甚至看到悬崖上有几只迎春花在开放。尽管提示系统一直没提示行进方向错误，但我心中还是十分的不安，立刻给几个熟识的朋友发了私信求证。苏琪是一个回信的，你也是越往前走，温度越高吗？真是太好了，终于不是我们自己是这样了。你早点发来私信多好，还给我姐姐以为是我指错了路，把我打了一顿，现在脑袋上还有一个包呢。什么？你那里只有15度，我这里都已接22度了，简直太热了，不行了，我感觉快要热死了。这是毛子哥的回答，其余人也纷纷给出了肯定的答复。确实越往前走，气温越高。好奇怪啊，为什么越往上走气温越高呢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对了，我手里还有一张副本地图，或许可以进去问问情况，看看他们知不知道。我想起了自己从边界村获得的那张副本地图，进去看看，
说不定能获得什么收获，哪怕问不出消息，也能刷点物资。我想着，立刻拿出了那张副本地图，选择了进。一道白光闪过，我连同步兵战车在原地消失不见。周围的景象一变，我出现在了一个小村子里。村子里鸟语花香，周围生机盎然，一片田园牧歌的景象，和之前白雪皑皑的边界村完全不同。该不会是进错地方了吧？我看着周围的景象，感觉和边界村格格不入。算了，找个人问问情况再说。我开着步兵战车在村子里闲逛，然而更加诡异的事情发生了，村子里也没什么人，整个村子寂静无声，如同一片鬼域。我小心翼翼地在村庄里走着，村子里到处都是人生存的痕迹，甚至还有几家门前晾着刚刚洗好的衣服，上面还在滴着水渍，一定还在附近。快要穿过村子的时候，我终于听到了低语的声音，前面有人。我连忙向前开了过去，穿村而过，迎面出现的是一个巨大的祭坛，在祭坛之上捆绑着一个女生，女生一身红衣，五花大绑，双眼泪汪汪的，嘴里被塞上了布条，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，让人心生怜悯。在祭坛之下跪着一圈村民，一个老者在前方念念有词：你们在干什么？你遇见了边界村的祭祀，请做出你的选择。1. 打断祭祀，拯救贡品，你将会获得边界村的隐秘，但会被村民仇视，诱发不可预知的后果。2. 加入祭祀，获得村民的好感，获得吃席资格，可以和寡妇同桌。祭祀结束之后结束副本。当然选择1。我刚刚选择完毕，领头的老者眼睛变成了血红色。居然敢阻止我们祭祀伟大的山神！乡亲们，他要毁灭我们的村庄，毁灭我们的家园，杀掉他！杀掉他！杀掉他！那些虔诚跪在地上的村民顿时都高声喊叫了起来，向着我的车子冲了过来。几个村民甚至从腰间抽出了火枪，对着步兵战车频频开火，叮叮当当，前装甲被子弹打得砰砰作响。警告！警告！立刻后退，不然我就开枪了。我亮出了一挺4连装的23毫米机炮，那些村民置若罔闻，依旧向着我扑了过来，各种枪声依旧响个不停，甚至还有几个村民拿着镰刀试图去割我的轮胎。是你们逼我的。我扣动了扳机，机炮的声音响了起来。我并没有对所有人动手，只是对着开枪的几个人进行了点射。那几个村民当即被机炮的子弹拦腰打断，可是其他村民却一副仿佛没看到的样子，继续向着我的步兵战车冲了过来。有古怪！我心中警惕，立刻对着那些逼近的村民扣动了扳机，一连串炮弹射出，村民一排排的倒下，可是他们依旧前赴后继的向着我的步兵战车冲。半晌，枪声停止了下来，周围已经再也没有一个能站起来的村民了。这里有古怪！我皱着眉头扫视着周围，希望能找到解开这些谜团的线索。就在这时，不远处的那个祭坛上的女生不知道什么时候吐出了嘴里的布条，大声喊着：大哥哥，能救救我吗？看到祭坛上的女生，我有些犹豫，我总感觉女生这个有点问题。陪伴女孩抵达地宫是最佳通关路线，不过要注意，千万不要做出任何刺激女孩的举动，否则最好立刻给自己选择一块风水比较好的墓地。提示1，千万不要让女孩引导话题，后果参考上一条。提示2，女孩喜欢甜食，请加大投喂力度。我说什么来着？我就知道有问题。我换了一身干净的行头，打扮成了一副斯文败类的样子，钻出了步兵战车。临出门之前，还在口袋里装满了糖果。我快步来到了祭坛之上，满脸笑容地对着女孩伸出了手，露出了自以为和善的笑容。别怕，我来救你。我说着，从兜里摸出了求生刀，将捆绑女孩的绳子割开。大哥哥，谢谢你来救我。为什么村里的人不像你这么善良呢？为什么他们都觉得我是怪物呢？为什么他们都要杀了我呢？明明昨天还一起玩得那么开心，这都是为什么啊？女孩越说越激动，身体上竟然出现了一道道细密的裂缝，一缕缕黑烟从裂缝之中缓缓地冒了出来。我当时就惊住了，我就说有问题吧。快投喂甜食，不要让她引导话题，等到她的外皮完全脱落，你就可以给自己选择目的了。干！我慌忙抓出了一把棒棒糖，一把塞到了女孩的嘴里，慌忙间几只棒棒糖掉到了地上。女孩看到掉落到地上的棒棒糖，头上的黑气冒得更严重了，身上的裂纹开始急速向着周围蔓延，变得越来越多，越来越深。我见状，连忙把那些棒棒糖捡了起来，塞到了女孩的手里，磕磕绊绊地解释道：只是包装上沾了点土，待会吃的时候把包装撕掉就好了，不影响糖的口味的，没有浪费。女孩看了看手中的糖果，又看了看我，想了想，最终才点了点头。裂缝不再蔓延，黑气渗漏的速度大大降低了，虽然还不时有丝丝缕缕的黑气冒出，但是比之前蒸汽机般的速度已经好了太多了。看到女孩平静下来，
我呼出了一口气，正准备询问点东西，就在这时，远处发出了震天动地的响声。全民穿越公路求生，一团蘑菇云从远处升起，就连大地都开始震动起来。发生了什么？我勉强站住身体，我向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，那是山顶的方向。此时，一团黑色的蘑菇云腾空而起，一片片红色的熔岩滚滚而下，大片大片的树木被点燃，浓重的烟雾遮天蔽日，这一切仿佛末日降临一般。操！火山爆发了！螺旋山脉是一座活火山，怪不得越往上走，温度越高。至于游戏系统限定的抵达山顶的时间，恐怕就是火山爆发的时间。如果没有按时抵达山顶，恐怕就会被浪潮一般的火山岩浆所吞没。快点离开这里，除非你想享受免费火化。你知道哪里有躲避灾难的地方吗？如果继续留在这里，我们恐怕都会被烧死。村中祠堂的下面有一条的道通往地宫，村里人说那里很安全，可以躲避任何灾难，没有人能发现，没有任何人能发现。女孩一边说着，身体上的裂缝又开始蔓延，黑气渗漏的速度又快了起来。我见状，急忙将一块牛奶巧克力塞到了小女孩的嘴里，然后一把抱起了女孩，向着步兵战车上跑去。小爱同学也调整好了步兵战车的方向，随时准备出发待命。我两步窜上了步兵战车，出发，立刻去村里的祠堂。明白。小爱同学立刻启动了步兵战车，向着村子的方向冲了过去。村祠堂是一栋大铁门，两侧都是2米多高的青石砖墙。小爱同学一个加速，就直接将大门撞开，甚至顺势撞开了里面的木门，直接冲进了屋子里。我看了看周围的布置，和一般的村祠堂差不多，看起来没什么躲藏的地方。你确定这里能让我们躲过灾难吗？扭动一下那个烛台，会露出了一个通往地下的通道，那里可以，我记得。红衣女孩说着，身上的裂痕再次开始蔓延，到处头上的黑气开始增多，一根棒棒糖被塞了进去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剩下的交给我。我说着跳下了车，直奔烛台而去。我握住烛台，轻轻地掰了一下，没什么反应。年久失修，锈住了。我试着加大了点力气，还是没什么反应。不会是坏了吧？我用力一掰，地面塌陷下去，一个巨大的斜坡出现在脚下，我和步兵战车一同滑了下去，车子进入了一个幽暗的地下空间之中。一阵刺耳的声音传来，我回头望过去，那个巨大的坡路正在缓缓地上抬，最终合拢了起来，恢复了原本的地下空间里陷入了黑暗之中。汽车大灯亮了起来，照亮了漆黑的地下空间。光亮之中，女孩的身上的裂缝正在蔓延，黑气正在渗漏。我见状，立刻从车里拿出了一个糖果大礼包，塞到了女孩的怀里。看着礼包里满满的花花绿绿的糖果，女孩镇定了下来，裂缝停止了蔓延。这是一条悠长阴暗的隧道，不知道通往什么地方。不过此时道路已经断绝，我就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了。步兵战车缓缓向前走去，女孩坐在车顶小口小口地吃着棒棒糖，注意力全被怀里的糖果袋子吸引住了。我则四处张望着，查看着周围的情况。在周围的墙壁上还有着一些壁画，通过那些壁画，我了解了一些村子里的隐情。一群躲避战乱的流民辛苦跨过了雪线，意外发现了一片世外桃源，最终定居了下来。可是他们发现了一块石板，根据石板的描述，他们每年必须向山神祭祀一个女孩，否则山神就会降临灾祸，摧毁这里。而石板之上还记录了一条隐秘的地下隧道，可以作为最后的避难所。村民们一边准备祭祀，一边修整了这条地下隧道，作为最后的逃生通道。他们每举行一次祭祀，就会在这条隧道里画下一幅壁画。传说当壁画填满整条隧道的时候，灾难就会永远终止。真是日了狗了，早知道不进来了。我开着车继续向前行驶，同时时不时地盯着红衣女孩，如果发现她有什么异动，就赶紧塞上一根棒棒糖，防止对方裂开。红衣小女孩数次对着我翻了翻白眼，嫌弃我动作粗暴，不过看在有棒棒糖吃的份上，也就懒得计较了。一路上倒也相安无事。步兵战车不断地沿着隧道向着深处前进，行驶了2个小时，忽然前方出现了一个拐角，我心中一动，立刻降低了车速，全神戒备了起来。很快，步兵战车行驶到了那个转角，转过了转角，我看着眼前的景象，不由得愣住了。前方是一座高台，一条红色的台阶直通到了顶端，在高台的顶端有一座红色的王座。这是……看到眼前的景象，我刚想要说些什么，却见那个女孩从步战车上跳了下来，缓步石阶上，她一步步向上走着，一道道火焰从台阶上冒出，缠绕到了她的身上。那些火焰不断地舔舐着女孩的身体，女孩的皮肤大块地掉落着，同时不断地向外流淌着黑色的粘稠。那些黑色的粘稠被火焰舔舐干净，烧成了灰烬，无影无踪。最终，女孩缓步来到了王座之前，转身坐了下去。此时
他的身体晶莹剔透，体内红色光芒流转，如同红水晶雕铸的一般。我便是那些村民希望的化身，那些黑色便是历代积累的恶念，之前一切不过是一场梦境。感谢你让他们知道了继续下去的恶果，明白了未来之路。等明天醒来之后，他们就会整理行囊，前往雪线之下，开辟新的边界村，并守护在那里，偿还自己所犯的罪恶。我万万没想到，最终遇到了这么一个结果。此时我也隐隐的明白了，这里不是现在的边界村，而是很久之前的边界村。确切的说，是很久之前边界村的群体梦境。而我的闯入让他们醒悟到了继续祭祀的恶果，最终让他们放弃了祭祀，并回到了雪线之下，开辟了新的家园。从某种角度上来讲，这也算是一种好结果了。这是我应该做的。那么，我可以出去了吗？当然，不过我们是不会忘记你的恩情的，这个是谢礼。女孩将一张羊皮卷轴扔给了我，我缓缓地展开了那张羊皮地图，愕然发现那竟然是一张地图，描绘了螺旋山脉大片区域的地图。地图将各种物产和危险以及应对办法标记得清清楚楚，可以说我接下来的路程可以说是高枕无忧了。感谢您的慷慨，这对我太有用处了。这个你也拿着，感谢你的糖果，这是我私人的感谢。女孩将一块晶莹的石头扔向了我，我拿到手里一看，竟然是一块红色的宝石。梦境宝石可将一名指定的对手拖入到梦境之中，构筑一个有利于你的战场。备注：在梦境宝石之中击杀敌人，现实中的敌人也会陷入脑死亡。使用距离接触，使用次数3次。好东西，有了这个东西，我就可以无伤的干掉3个敌人。不过唯一的缺点就是必须触摸敌人才能使用，限制有点大。一道白光闪过，我回到了原本的道路上，一股浓重的血腥味扑鼻而来。我皱眉凝神向着周围扫视着，周围横七竖八的倒着6、7具尸体，几辆残破的汽车停在路边，冒着黑烟，2个玩家正在拿着匕首挖着心脏。怎么还在挖心脏？又多了一个，我马上就能凑齐魔药了，谁也别和我抢。一名玩家看到我喜出望外，立刻伸手去摸身后的 AK-47